一个冷知识：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就在中国，它就是连接新疆与西藏的新藏线。在驶入这条公路之前，我完全没想到它这么离谱。这是出发前的我。我们现在在新藏线0公里的大门，穿过这道大门就开始进入新藏线，往西藏方向赶了。你知道现在的感觉就是，这是当天晚上的我。今天我们开了已经快12个小时了。新藏线全长2140公里，跨越昆仑山，深入青藏高原，平均海拔达到了4500米以上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起始点做好充足的准备。除了办理进入阿里地区的边防证之外，你可以提前在网上买一个氧气枕，当地的部分药店有充氧服务，另外食物和水最好也要备齐。我感觉咱们买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但当我们上路之后，才发现我们显然低估了这条路海拔爬升的速度。吓我一跳，会不会爆胎了？崩开了这么大一个口，然后全撒腿上了。我曾经一直不理解，为什么昆仑山被称之为万山之祖，为什么在地理书中它被画得那么粗。当车子驶入云雾环绕的昆仑山，一切明了。这里的山势极具压迫感，一重盖过一重，在虚实错落之间，我猛然理解了中国画在意境之外其实是兼具写实的。就我们经常说什么在昆仑山寻仙问道，然后有一些神秘的传说，大家以前可能鲜有人进入到昆仑山的深处，就大家不知道，所以大家就会去遐想。你应该记得地理课本中讲过，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，分为3级阶梯。跨越昆仑山就意味着我们要从第2级阶梯爬升至第1级阶梯。我突然回想起我们之前在呼伦贝尔跨越2、3级阶梯分界线大兴安岭的场景。原来我们环行中国的途中已经迈上了3级台阶，而阶梯的尺度差别居然这么大。我很少开这么惊险的盘山公路，它兼具了险、路况差、海拔高，就是它把所有的这种困难点全集于一身了，然后时不时还来个大车。新藏大舞台，有胆你就来。但当我翻阅新藏线历史照片的时候，才发现这条路铺上柏油也不过是11年前的事情。山间降水融雪带来的泥石流频频发生，让这条公路的养护极其艰难。过去公路养护人员成小组分段驻扎在新藏线上，这个组织叫道班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养护方式变化，不少道班废弃，住所变成了过路人的驻扎点，许多人将自己的故事留在了这里。5月29冷死了，6月19下大雪，冷惨生活救命。从叶城过来，叶城过来哦。哎，你们今天要住在这边吗？对，今天晚上叫我们应该是6个。哦，就像现在集体宿舍了这种感觉。就是你看到这些人，他们留下了一些他们来过的一些感想，还有一些纪实的一些文字，你会觉得你突然在某艘无人船上看到了一本航海日志，他们在海上遭遇了一些怎样的情况，遇到了怎样的险境，然后又有怎样的喜悦，这些事会在这些人的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我真的是有种心潮澎湃的感觉。就这样，我们和之前许多人一样，在山中盘旋，翻越垭口，足足开了12个小时，终于到达了第一个休息点。但准确的来说，没完全到，因为这座小镇晚了就进不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跑一个国道，就它有一个关卡，到了点儿它就封关了，就不让你走了。这边关卡的封关时间是12点，然后开关时间是明天早上10点。也就是说，往返这个关卡的车辆，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内通关，那么你就只能在关卡的2侧就停下，然后休整。非常搞笑的一点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订的这个宾馆，我们订的关卡的里面，然后我们的车在关卡外面进不来，就我们必须得走进来住这个宾馆，就很搞笑。因为运输困难的缘故，这里无论是宾馆还是餐饮，价格都相对较高。这是多少钱的房子？298，300块钱，300块钱的房子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在这个地方300块钱的房子就是一个简易的板房嘛。
但也正是从30里营房开始，新藏线将展现它真正的面貌。原本狭窄的河谷变得开阔起来，路况转好，海拔进一步抬升，天猛然通透起来，每一座山都清晰可辨。你知道在这条路上最爽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这种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，它就在你的窗边，就基本上触手可及。雪山基本上是一座连着一座，它不会停。现在是盛夏时节，这些山依然是覆盖着白雪，就是你能看到它的雪线。这便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——青藏高原。这里空气稀薄，日照充足，但因海拔过高，常年积雪面积居然达到了约30万平方公里。积雪融水在大地上侵蚀，雕刻出特有的花纹，最终汇入公路旁的喀拉喀什河。还记得在课本中看过的冲积扇图例吗？山谷间奔涌而出的洪水真的可以将沙石铺成一个扇形。这是课本里地理单元间的过渡，但在现实中却是自然的魔法。继续向前，我们穿越新疆与西藏的行政分界，正式进入了西藏自治区。我们将在365万同胞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遇见全新的风景与文化。你可以看到指示牌上的维吾尔语，就在跨过这道门开始变成了藏语。而在这一路上，我们连续翻越了几个5000米以上的垭口，深空低垂，蓝得无比纯粹。进入新藏线开始，我们不能洗澡，不能吃太饱，要一直提防高原反应，因为牌子上面写的这个地方盐气含量只有平原的1/4。我从小到大我从出生到现在，从来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。这是我踏足过最高的地方，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啊！而在海拔4000米以上住宿、没有供氧的情况下，经常会头痛，但景色永远不会让你失望。昨天晚上来这儿的时候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然后我们住这宾馆，大家看一下，也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小宾馆。但是今天早上天一亮，我一拉开窗帘，我人直接傻掉了。哎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神仙景观呢？啊，这怎么了？西藏是中国湖泊最多的省级行政区，大大小小的湖泊加起来居然超过了1500个。你经常可以看到野生动物聚集在水边，张望着过路的人们。在沿途众多湖泊中，最负盛名的就是班公湖，这是中国最长的湖泊，向外延伸至克什米尔地区。天空将蓝色洒入湖中，使它变得深沉而神圣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独属于西藏的浪漫。西藏的天比我想象的蓝得多，然后他把这个蓝色投射到这个湖里，湖反射出来蓝色比天空还要蓝。我印象里，这种蓝色好像只在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水彩笔的颜料里见过。而在浅水处，你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鱼在阳光下摇摆，就像课本中曾经提到的“皆若空游，无所依”。继续向前就是阿里地区的首府狮泉河，很难想象在青藏高原深处居然有这样一座繁华的城市。而到了这里，也就意味着新藏线主要阶段的结束。你可以在当地文旅局领取一张勇士证作为纪念。但我想，相比起过路人，真正该被称为勇士的是1956年勘探并贯通昆仑山的修路人。新藏线从无到有的代价是上千名战士的牺牲。从1956年至改革开放，阿里地区将近90%的物资都来自这条路。而公路上的养路人也是勇士，他们常年驻扎在高寒缺氧的隘口，保障着过路人的安全。自始至终一直守护着这里的人们同样是勇士，他们有的人甚至为这片土地献出了生命。不过当你站在班公湖畔远眺，依然能够看到他们。我们从狮泉河离开后，将继续向南出发，深入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，亲眼看看珠穆朗玛峰到底啥样。环行中国的旅程还在继续，现在关注一波，后面的路还长着呢。